好立体哦。我不是伟大的麦格大天使，我也不是白长老，我也不是 CD 高龄，更不是来自于神圣宇宙的力量。我只是一只在观察你们的海鸥。在海鸥的视野里，这是一座支持着动物，也支持着人们，也支持着整个地球的一块很重要的宝贵的土地。海鸥的意识，也许我们局限在很小的身躯里，正如同阿莎刚才身体感觉很限缩。谢谢你们愿意给我空间，可以让海鸥的意识表达。我们也是守护圣米歇尔山重要的动物。其实在你们看不见的视野里，我们传递着海和圣米歇尔山往地心里的力量，还有麦格大天使一样，成为一个三角形的能量矩阵。我们移动的时候，飞行的时候，将圣米歇尔山大地的变动，或与教堂之间宇宙天际的变动里，我们将这个讯息传达到远方的海。为何要这么做呢？简单说，我们就是信差，能量频率的信差，将所有微微的变动都必须要告诉这三个能量里，让它维持一个平衡。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难道神圣的力量不能决定一切吗？我们是鸟禽类，放眼望下去，还有很多海底的生物，还有羊群，还有很多你们看不见的昆虫。我们也是需要被支持的。海鸥不是神，但海鸥是传递讯息。我们也需要被拥护、被照顾，就像你们人的身体需要被大地的力量支持。这三个能量矩阵里，如果稍微的不同，我们就需要去将这个部分让三个点都知道。神不能做这些吗？因为我的频率也有身体，如同人类的频率也有身体，海鸥必须非常敏感地感知到这个变化会影响我们鸟禽类的或各种生物类的。我们会知道这个频率在我们的身体里需要什么样的调整。就如同你们的人类，你们不可能让神直接降临在你身上，更多是需要调频，更多需要敞开的心，更多需要一点时间来蜕变。所以神圣力量之强大，地心力量之强大，海的力量之强大，也需要人类或者是鸟禽的世界里，我们可承受或承受得了或承受不了。这就是载体，载体的频率比你们想象的更细腻，更多层次，更多变化。当我身体虚弱的时候，我就会吃昆虫。当我感觉我能量充满的时候，我就会去海底吃简单的非肉食性的、非肉类的，我会让自己的身体频率赶快往上提升。
能量如潮起潮落，所以每天我们飞来飞去，就是在看顾这频率间的差异。其实说穿了，是不是跟你们人类一样，灵魂与这个地球和来自于你灵魂的地方，就像是一个三角形的矩阵。你们的灵魂跟来自灵魂的来源和地球，只要频率稍微有点不同的时候，你们的意识或你们的潜意识或你们所谓的顶轮就会去如同海鸥的工作一样去通报，为的就是让你这个身体在这个无形世界与地球物质界里面有个更适当的平衡。其实我一开始连接阿莎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这样像人类说话的语气，我们是花了3天3夜才可以让这个声音如同人的声音发出。我们想要带给你们的分享，就是要知道，身为一个人，如同我一只小小的海鸥，我也扮演矩阵里重要的信差，我需要通报所有频率的变化。所以你们这个载体非常的重要。如果只限在于肉身的，困顿在于情绪的，困顿在于追求名利的，困顿在于掠夺的、贪婪的、野心的，困顿在于享受物质世界，而将自己的顶轮一概的拒绝的时候，你的灵魂就会一直要在灵魂来处跟身为你这个肉体的灵魂本身跟地球就会有一种停滞的状态，而这个停滞的状态会让人的身体没有办法展翅高飞。所以海鸥之所以可以以一个美丽的状态让你们觉得哇好美，是因为我一直在用轻盈的方式飞翔着。对我来说，频率调整维持平衡是主轴，我身为海鸥的生命主轴。但是人类太分散了，你可以享受物质，如同我享受一只蚯蚓一样，如同我享受一只鱼一样，如同我喜欢海藻的味道一样。但我知道，关注自己的身心变化，我取其平衡，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眼睛的生命载体，没有灵感，没有对灵的世界有好奇心的枯燥的载体。我不会蒙着头，只是不断的是非判断、激烈、贪嗔痴、七情六欲。我会打开给自己，在一个无形的世界，而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机会。每个人生命都可以如同海鸥，既优雅又高空展翅飞翔。我会跟你们说话，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的顶轮都是开放的。其实只要身体敏感的朋友，顶轮都是开放的，只是顶轮开放跟你可以更深的探索宇宙还都是两回事。顶轮开放是一个你知道你生命里不是只有眼睛看到的，它都只是一个你朝向灵魂回去的一开始，还有更深的道路是由你们身心在这个地球里。当你可以观察到细微身体不适的时候，也许是地球的磁场，你的灵魂跟宇宙间这三角矩阵里，我们需要安静下来，停下来，听听看，
用敏锐的觉知去感知。我讲好抽象，我可以归类一下，我知道他讲什么。他其实要讲的是，我们人的潜意识这边有一个黑盒子，其实它就会释放我们自己内在身心需求的。那其实应该，灵魂其实都在我们左右，但灵魂为什么不要主动去做这么多事？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也就是有点像海鸥在这3个很重要的能量点，它就是一个载体，它就是一个感知力很强，就是物质界的感知。然后因为神的力量，他不会知道我们身体载体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身体的载体如果很清晰，我们有觉察力，我们知道，我的身体在这个地方产生什么样变化，我看到我的情绪，我有觉察力，我才会在我的潜意识还有逐渐，因为往内走的时候，我们的顶轮就会逐渐开启，就逐渐开，一点一点开，一点一点开。然后指的是，其实很多人都以为你好像开一点点，你就是得到一点讯息，你就是很厉害，其实不是。海鸥说，其实那是可以循序渐进，而且是要一辈子在，就是那种很深深是在觉察自己内在里，而从内在里，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我们的顶轮，它就会对宇宙召唤，然后对地球整个我们在地球里面的频率，还有宇宙，还有我们灵魂，就是一个三角矩阵，然后我们就会发出我们这个身体载体所需要的，因为他们没有物质界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跟我们有关。所以其实当我们把力量丢出去，去投射到一个神圣权威，其实他更想让我们知道的是，我们这个载体，反而你觉察你的内在，你发出一个你内在发出，或者是自然而然你觉察后的，从你身心发出的那个东西，又是更能让你的灵魂跟宇宙间，还有地球间产生一个一直调频和谐的状态。不过这也是，就是我们在吃饭早餐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可能要收讯息。那因为我们等一下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 check out， 我们要回巴黎，所以也很惊喜，就是一只海鸥的意识。那也许在转述过程如果很模糊，我们尽可能在文字上补足。对，那我们这一次在圣米歇尔山的旅行就告一段落。我们收获很多。我们在本岛睡一整晚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灵魂在这个地方，它真的有慢慢将很多能量从我的腹部还有我的海底轮，就是整个就是很厚实的。所以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睡得很好，也很舒爽，可是舒爽的同时，我感觉是身体很沉很沉的进入了另外一个振动频率。所以很希望这一个这么连网地心，而且我们在圣米歇尔的本岛，住在岛里面，在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个饭店里，然后我们去承接或连接这个地心的力量，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真的更有底气。所以圣米歇尔山，我们有大天使 Michael 跟嘎布耶的天使在眉心轮、勇气、松果体跟清理我们脊椎的恐惧，让我们更有勇气以外，我们还连接到地心的力量，就是让我们生活得更有底气。